自从人类走出部落，结成城邦与国家开始，几千年来反复追问的其实是同一个难题。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多，应该设计怎样的公权力制度，社会才能既有秩序又有自由，既能合作又能公正，最终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而历史也一再反复证明，那些失败的公权力制度设计不是败于外敌，而是主要败于内部。当权力失去约束，纠错机制失灵，代价就会一点点转嫁给普通人。他们不再相信未来，只能学会沉默和忍耐，最终普通人的希望演变成了绝望。那这种公权力的制度代价，今天在现实世界里最难忽视的样本在哪里？答案就在中国，一个曾经拥有14亿人口，影响全球经济与秩序的大国。样本规模足够大，验证时间足够长，所以这条路的后果也足够清楚。他用14亿人口共同承担的代价，替全世界验证了一件事，同时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想过上好日子，就别走上一人独裁、一党专政。中共这条注定失败而又惨痛的道路上，所以那到底什么才算人该过的好日子？说到这儿，我确实挺感慨的。人类已经从工业文明走到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时代，按理说把日子过得更体面、更安心，物质条件早就具备了。但在中国，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却被困在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工作和收入、房子和教育、孩子和老人，能把一家人的基本日常撑住就已经很不容易。这不意味着普通人没追求，更不是谁天生就只关心基本生存，更像是一种现实的适应。人就会本能的把好日子的追求收回来，先把风险降到最低，先求生存，再谈更好的生活。久而久之，什么是好日子不再是一件能公开讨论、能形成共识的事，反而越来越像一种被搁置的愿望。所以接下来我不打算用个人感受来定义什么是人该过的好日子，我会用2套国际社会长期使用，也更容易形成共识的参照体系来讲清楚。第一套来自联合国体系的人权共识，它解决的是最基础的问题，什么叫把人当人，也就是一个人最低应当享有哪些尊严与安全，权力再大也不能随意越过哪些边界。很多中国人的困难并不在于不想过好日子，而在于长期环境让人习惯了低人权标准，习惯了忍耐，习惯了退让，甚至习惯了把一些本该理所当然的权利当成奢侈品。第二套来自 OECD，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政策合作平台。它很擅长做一件事，把治理的好不好，生活过得好不好，从一句口号变成一套可以比较、可以追踪，也能用于改进政策的指标体系。换句话说，如果第一套讲的是底线，第二套讲的就是质量。不仅要把人当人，还要让人过得越来越好。把这2套放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简单顺序。先弄清楚什么叫把人当人，再看一个社会能不能把日子越过越体面，越过越踏实。接下来我们先从第一套标准开始。联合国的人权共识到底在说什么？它给把人当人划出了哪些最基本的底线？第一条，平等与尊严。很多人说在中国出生就是一场全凭运气的投胎赛。同样的勤奋，有人出生在北上广，生下来就坐拥顶级的教育和医疗，可有人出生在偏远山村，那个户籍就像一道隐形的枷锁，死死锁住了你一辈子的阶层。更扎心的是，当普通人为了生活，在996里磨灭尊严，被算法逼成耗材的时候，权贵子弟却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着那些易得的特权。其根源在于，这种尊严的丧失，是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特权分配永远高于天赋人权。统治者需要通过户籍和等级来精准地管控人口、管控资源，把人划成369等，因为他不希望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平等、有尊严的个体。他只希望你是一个依附于体制，为了碎银几两就放弃思考的零部件。第二条，禁止歧视。你有没有发现，在中国，歧视这2个字是摆在明面上的，找工作要看政审，要看你是党员还是群众，甚至还得看你父母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在推特和油管上，我们看到无数优秀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家里有人维权，或者是自己说了一句真话，就被剥夺了考公、进入体制的机会。这种连坐式的歧视，让每个人都活在一种不敢犯错的集体焦虑中。其根源在于，这种歧视其实是维持统治的进化机制，它必须通过政治筛选，把那些不忠诚的人彻底排除在社会福利和话语权之外。这种制度不需要多样性，它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逻辑。本质上就是把政权的安危凌驾在了公民的基本尊严之上。
第3条，生命与人身安全。我们总被告知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但这种安全在公权力面前脆弱的像一层窗户纸。当你被锁在铁门里，遭遇火灾却没法逃生时，当你的孩子在毒奶粉、毒疫苗事件里受害却求助无门时，当胡鑫宇等失踪案背后那层层迷雾散不开时，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安全其实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其根源在于，在这种制度下，稳产和维稳永远高于人命，因为权力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为了所谓的大局和稳定，任何普通人的生命都可以成为被牺牲掉的代价。当暴力机器不受司法监督时，它保护的就不是你的安全，而是它统治你的权利。第4条，不得为奴。提起奴隶，你可能觉得很遥远，但看看徐州那个被铁链锁住的巴海母亲，再看看那些被困在强迫劳动工厂里的弱势群体，你会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在现实中，还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他们没有独立工会，没法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只能在低薪和高压下被迫出卖所有的休息时间和精力。其根源在于权力严禁任何独立的民间组织存在，因为他害怕民众自发地联合，这导致了权力和资本极度合流，把底层民众推向了现代奴隶的边缘。在这个制度下，人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而是作为维持庞大机器运转的一种生产要素。第5条，禁止酷刑。在网上，我们偶尔能看到那些被释放的律师或者是异议者描述所谓的老虎凳、长时间剥夺睡眠，还有那让人窒息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演变成在派出所遭遇的离奇死亡，或者是暴力执法。那种肉体和心理的双重摧残，是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容忍的底线。其根源在于，酷刑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意外，而是标配。因为这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恐惧。它必须保留这种随时可以对公民实施暴力，而且还是暗箱操作的空间，以此来震慑所有敢于挑战它、质疑它的人，让暴力成为最后的终结者。第6条，生而为人的身份权。在中国，你的人权往往是挂靠在身份证和手机号上的。当一个异议者、维权律师，甚至是某个被大数据标记的敏感人员，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健康码变色，连高铁票都买不了的时候，他在社会意义上就已经被注销了。这种数字流放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现代社会根本没法生存，仿佛只有你听话，国家才承认你是个人。其根源在于，统治者将人格权变成了一种特许经营权，他通过数字手段监控每个人的生存命脉，本质是为了实现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你不是天生拥有权利，你的权利是政权赏赐的，只要他不高兴，随时可以让你在社会中彻底隐身。第7条，法律面前天平准不准？法律本该是保护弱者的，但在现实中，普通人感受到的却是刑不可知，威不可测。权贵子女醉驾撞人，可以全身而退，可普通人发个帖子就可能身陷囹圄。那种选择性执法让大家明白了一个潜规则，法律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是谁，看你背后有没有站着权力。其根源在于，这种体制的本质就是权大于法，它不能允许法律真正平等，因为一旦法律平等了，权力的特权就消失了。法律在统治者手中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一把用来管理民众、打压对手的刀子，而且刀锋永远是向下的。第8条，受了委屈有没有地方说理？每一个访民的故事都是这条权利的血泪史。当你的房子被强拆，孩子受了冤屈，你本该通过法律去讨回公道，但在中国，你会发现律师被警告，法院不立案，最后你走投无路去上访，结果却是被拦截，被送进黑监狱，申诉无门，是无数底层中国人最真实的绝望。其根源在于，独裁制度最害怕的就是独立的救济渠道，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多行政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允许公民通过法律赢了政府，那政权的权威就动摇了，所以他必须封死所有的救济通道，把受害者直接变成维稳对象。第9条，不被随便抓走的自由。现在的年轻人最怕的就是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你举一张白纸，穿一件不该穿的衣服，甚至只是转发一条揭露真相的推特，都有可能面临深夜的敲门声。那种随时可能被消失的恐惧，以及没有逮捕证就带人的粗暴，让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其根源在于，这种模糊的恐怖是最高效的统治工具。
通过赋予执法部门随意的逮捕权，它在社会中制造了一种普遍的自我审查。当每个人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时，大家就会为了安全离红线越远越好，从而达到彻底晋升的目的。第10条，审判席上的透明度。我们常在新闻里看到电视认罪或者是秘密审判，在那些重大案件里，没有公开的辩论，只有写好的脚本。法官不是在裁决公正，而是在完成政治任务。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旦被起诉，那种未审先判的无力感，让人觉得法庭不过是权力表演的一场戏。其根源在于司法独立是独裁者的天敌，在党领导一切的框架下，法院只是一个职能部门，审判的过程必须受控，因为真相往往是致命的。它不需要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庭，它只需要一个能为政权决策披上合法外衣的印章。第11条，没判就有罪的电视认罪。法律上明明说，未经审判证明有罪前，都应该被视为无罪。但在中国，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还没开庭呢，当事人就先对着镜头流泪忏悔了。这种未审先判的政治操弄，不仅剥夺了你的辩护权，更是在人格上先把你彻底搞臭。对普通人来说，只要被政法系统盯着了，你的清白就不再是由证据说了算，而是由那一纸通报说了算。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不需要真正的公正，他要的是绝对的震慑。通过电视认罪这种游街示众的现代变种，他在向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权力可以随时定义你的罪名。在这种逻辑下，法律只是个装潢，政治定性才是最终的判决书。第12条，在权力面前，李家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你的微信聊天记录后台看得清清楚楚，你家门口的摄像头时刻盯着你的访客。最扎心的是防疫那阵子，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公权力人员可以随意破门而入，消杀你的宠物，拖走你的财物。私人空间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只要打着国家或者是安全的旗号，你的一切隐私在他们眼里都是透明的。其根源在于，集权统治的精髓就在于全方位渗透，它必须打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因为一旦你拥有了隐私，你就拥有了避开监控、进行独立思考的机会。它要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赤裸透明的，从而在心理上彻底放弃抵抗，实现最高级别的社会驯服。第13条，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是奢望。很多人发现，现在办护照是越来越难了，甚至有些地方要求公职人员、老师统一上交护照，更别提那些被无预警边控的人了。哪怕你没有任何违法记录，也可能在机场被拦下，理由仅仅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在境内，像新疆那样的检查站，还有针对特定人群的出行限制，让自由迁徙变成了一种需要审批的特权。其根源在于，独裁者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劳力池和人质库，他限制你出门，是为了防止人才和财富流失，更是为了防止公民接触外面的世界，产生对比和反思。他把你固定在土地上，固定在网格里，本质上就是为了方便管理，让你永远没法脱离他的掌控。第14条，想逃离，却发现世界变小了。近几年，润这个词成了社交媒体上的高频词，但这条追求安全的道路充满了艰辛。有人在边境被劝返，有人在寻求避难时被跨境抓捕。更可悲的是，中国不仅不保护那些逃避迫害的人，反而经常遣返邻国的难民。这种对避难权的漠视，让无数绝望的人发现，即便想逃离苦难，也要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其根源在于，一个不允许质疑的政权必然会把逃离者看作叛徒，他拒绝承认政治迫害的存在，所以也从制度上否定了避难的合理性。他通过跨境执法和连坐家属，试图告诉所有人，无论你跑到哪里，权力的长臂都能伸向你。这种恐惧是他维持统治的一种全球化扩张。第15条，你的国籍是你的枷锁。拥有国籍本该是一种保护，但在某些案例中，国籍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操弄的工具。有人被强迫放弃外国籍，恢复中国籍，就为了方便接受审判；有人被非法剥夺证件，变成了无国籍状态，甚至连你的后代也可能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被限制国籍权利。你的国民身份反倒成了国家威胁你、绑架你的筹码。其根源在于，在这种环境下，爱国被等同于了爱党。如果你不爱党，你就不配拥有这个国家的身份。政权通过掌控国籍的赋予和剥夺，把一种天赋权利变成了忠诚奖励。
他要让你明白，你首先是体制的螺丝钉，然后才是公民。如果你想剪断这根线，他就要让你付出失去身份的代价。第16条，你的婚姻和子宫谁说了算？曾几何时，为了所谓的计划生育，无数女性被强制结扎、强迫堕胎。而现在呢，为了应对老龄化，国家又开始变相催生，从强制的离婚冷静期到限制 LGBT 群体的合法权益。你会发现，在中国，你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离婚，都不完全是你个人的选择。家事变成了国事，你的身体和情感似乎成了国家调控的数据。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把人口看作是资源和负债，而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他干预家庭，是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彻底掌控了你的生育权，他才能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精密管理。他害怕任何他无法掌控的私人连结，因为他需要你对政权的依附，远超过对家庭的责任。第17条，你的家可能只是租来的。荷兰村镇银行的储户发现存款被冻结了，辛辛苦苦攒的钱一夜之间蒸发，强拆现场，几代人的老屋在挖掘机下化为乌有，甚至你买的房子也只有70年的使用权。在中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听起来更像是一句讽刺。当权力和资本勾结，一张拆迁令或者一个后台指令就能让你瞬间倾家荡产。其根源在于，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权力分配制，它拒绝建立真正的私有财产保护。因为如果民众有了稳定的财富，就有了独立于体制的底气。它必须让你处于一种财富焦虑中，让你明白你的钱、你的房本质上都是政权暂借给你的，只要你不听话，它随时有能力让你一贫如洗。第18条，想信什么还得党批准。寺庙里升起了国旗，教堂被拆掉了十字架，甚至连宗教领袖的转世都要听民宗局的。从针对新疆信仰者的再教育营，到对地下教会边缘团体的严厉镇压，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你可以信，但你必须先信党，必须把教义改造成顺从。一旦你的信仰跟政权意志冲突，你就是被打击的邪教。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最没法容忍的是灵魂的竞争，他要求的是绝对的精神垄断，要把自己神格化。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它能让民众在面对强权时产生不屈的勇气，这正是独裁者最害怕的。所以他必须通过所谓的宗教中国化来阉割信仰，把所有的精神寄托都导向对最高灵冕的崇拜。第19条，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如果你想说句真话，你要学会这几件事：避开敏感词，使用谐音字，忍受炸号。从李文亮医生的被训诫，到普通网友因为一句话被跨省抓捕，再到全网消失的那些敏感日期，言论自由变成了沉默的自由。在这个巨大的防火墙内，你看到的真相是过滤掉的，你发出的声音是随时会被删除的。其根源在于，谎言是独裁政权的呼吸，它必须封锁信息，因为真相是瓦解洗脑教育的最强武器。它建立这种极端的审查制度，不仅是为了堵住你的嘴，更是为了剥夺你的思考能力。一个没法交流真相的社会，就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只有这样，它才能确保那套漏洞百出的谎言能继续维持统治。第20条，不准聚会，不准成团。你想搞个读书会，可能立马就被举报；你想发起个维权集会，分分钟被当成聚众之事。哪怕是广场舞跳的人多了，都可能有摄像头和治安员在背后盯着你。在现实中，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任何自发的民间组织，不管是工会、非政府组织，还是个小小的兴趣小组，都会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大家被困在各自的手机屏幕后面，失去了真实的社会性的连结。其根源在于，统治者最怕的就是组织化，因为他知道散沙一样的民众是最好管理的，而一旦大家通过集会、结社产生了共识和组织力，就会形成挑战权力的力量。所以他必须切断人与人之间这种横向的联系，把每个人都孤立成一个原子，让你在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时永远感到孤立无援。第21条，谁代表了你？咱说句实在话，你这辈子见过选票长什么样吗？或者说，你见过你的那个人大代表吗？每当看到新闻里说什么全过程民主，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却是，除了被要求在单位或者社区的名单上随便打个勾，你对国家大事甚至是社区建设没有任何决策权。那些坐在台上代表你的举手机器，可能根本不知道你交不起房租，也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其根源在于，这种逻辑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自主。
它必须垄断所有政治参与的渠道，因为一旦允许真正的差额选举，权力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那些所谓的代表，本质上就是权力的传声筒，目的是为了给独裁统治披上一层民意的外衣，而不是真的想听你的声音。第22条，社会保障，保障了谁？为什么中国人不敢生病，不敢失业？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严重等级化的，在高干病房里，权贵们享受着100%的报销和顶级的医疗资源，而在普通门诊，一个农民工可能仅仅因为几万块的手术费就不得不放弃生命。那点微薄的医保和养老金，在通胀和高房价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当你老了、病了，你会发现，那个自称强大的国家给你的保障真的少得可怜。其根源在于，在这种体制下，资源分配的优先级永远是政权安全第一，体制内利益第二，最后才轮到普通民众的生存。社会保障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统治者的一种施舍。它优先保障那些维持机器运转的官员和警察，而把普通人留在生存竞争的底层。因为一个整天为生存奔波的人是没有精力去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第23条，没有工会的劳动牛马，996是福报，不加班是犯罪。在中国，如果你遭遇欠薪，被无理辞退，或者是在工厂遭遇工伤，你想找工会帮忙，却发现那个所谓的工会不仅不帮你说话，反而劝你要顾全大局。当你想要组织起来罢工维权时，迎接你的往往是警察。在这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劳动者却成了最卑微、最缺乏议价权的电池和耗材。其根源在于，权力最恐惧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因为他知道有组织的劳动者拥有瘫痪经济、挑战政权的能力。为了维持那种低人权优势下的竞争力和暴力，他必须彻底阉割民间组织。他把人剥削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让你在面对资本和权力的合围时，只能选择服从或者自认倒霉。第24条，消失的休息权。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了？带薪年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是只存在于法律条文里？为了碎银几两，无数人被迫在深夜回复工作信息，在节假日随时待命。这种全社会的穷忙剥夺了人们陪伴家人、自我提升还有思考的时间。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离心机，把每个人都转得晕头转向，直到你彻底精疲力竭。其根源在于，一个精疲力竭的社会是最好统治的。当所有人都在为明天的生计、为保住那份工作而拼尽全力时，休息和闲暇这种产生思想的温床就会被彻底铲除。统治者希望你永远处于一种忙碌的焦虑中，通过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挤掉你的精神生活，让你根本没时间去反思这个制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第25条，看病难，住房苦，老无依。曾几何时，居者有其屋成了无数中国家庭要掏空3代人积蓄才能勉强够到的梦，甚至最后等来的还是烂尾楼。而那句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真相，更是戳破了所有大国崛起的幻象。在重病面前，一个普通家庭的资产可能几天就清零了。这种生活上的巨大不安全感，让每个人都活得像惊弓之鸟，生怕出一点意外。其根源在于，这种生存焦虑是制度性造成的。政权通过掌控土地供应和金融资源，把生活必需品变成了昂贵的收割工具。他不愿把钱投入到公共福利，而是投向维稳和军备，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让民众生活得更好，而是让政权变得更强。在他眼里，你的生活质量只是他实现宏大叙事时随手可以调节的变量。第26条，是教你思考还是教你服从？现在的家长最焦虑的是孩子书包里越来越重的政治课本，从幼儿园就开始的各种思想入脑入心，到历史教材里不断被修改的真相。教育不再是开启民智的钥匙，而变成了政治加工厂。与此同时，由于资源极度不均，底层孩子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门槛越来越高。学校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独立思考，而是如何在这个体制里当一个听话的螺丝钉。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最成功的统治不是靠监狱，而是靠这种精神围栏。它必须垄断教育，因为一旦年轻人拥有了逻辑分析能力，拥有了普世价值观，那套漏洞百出的洗脑话术瞬间就会崩塌。他需要的不是公民，而是具有基本技能但没有灵魂的受教育劳动力。第27条，被阉割的文化，被禁锢的创造力。你想看场电影，发现满屏都是战狼式的宏大叙事；你想玩个游戏，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马赛克和屏蔽词；
你想搞点艺术创作，还得先查查风向对不对。在中国，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被筑起的高墙挡在外面，而本土的创造力在严厉的审查下，只能在安全区里不断重复。这种文化的贫瘠与荒诞，让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精神孤岛。其根源在于，自由的文化和艺术是权力的天敌，因为艺术最能激发人的自由意志。统治者必须对文化进行政审，让所有精神产品都成为权力的注脚。他害怕那种没法预测的来自民间的创造力，他宁愿让文化枯萎，也要确保精神领域的绝对纯洁。第28条，我们需要秩序，而不是楚门的世界。这条权利原本是要求社会和国际秩序得能让这些权利真正得到落实，但咱们的现实是，防火墙把我们跟世界隔绝了，我们被迫生活在一个被精心过滤过的平行宇宙里。在这个秩序里，真相被定义成了谣言，求助被定义成了递刀子，甚至连联合国的人权机构都被当权者通过金援和外交手段变成了掩盖真相的工具。这种秩序保护的是统治者的安全感，而不是普通人的权利。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最害怕的就是基于普世价值的秩序，它必须通过外交手段去强行重新定义人权，试图把活着等同于人权的全部，以此来消解国际社会对他的指责。他建立的这种秩序本质上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等级体系，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的非法统治看起来合法。第29条，责任不应是权力的借口。咱们经常听到那句话，没有国哪有家。官方不断地强调，你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要你为了所谓的大局去牺牲个人。当你想要行使权力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破坏了公共秩序。在现实中，这种对责任的片面强调变成了公权力可以随意践踏个人权利的万能挡箭牌。所谓的社会义务往往变成了你必须配合权力演戏，必须接受不公对待的道德枷锁。其根源在于，独裁体制最擅长的就是道德绑架，他故意混淆了社会责任和服从权利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义务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利，而在独裁逻辑下，人的义务仅仅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他通过这种扭曲的逻辑，让你在被侵害的时候产生一种为了集体我应该忍受的错觉，从而剥夺了你反抗的道德正当性。第30条，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人权宣言的最后一条了。它规定，任何国家、团体或者是个人都不得利用这些条款去破坏别人的权利。但讽刺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中，法律往往被用来消灭法律。他们签署了人权宣言，却用法律里的国家安全去消灭你的言论自由，用寻衅滋事去消灭你的维权权利。这是一种合法的非法，也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彻底终结了人权的实质。其根源在于，这就是独裁体制的终极悖论。它必须保留这些法律条文当作门面装潢，但它拥有一切条款的终极解释权。这种权力逻辑的底牌就是，我说你有权，你才有权；我说你违法，你就是违法。当法律不再是保护公民的盾牌，而变成了权力收割民众的镰刀，这第30条就成了对这个制度最深刻的审判。当我们逐条对照完这30项联合国人权标准后，结论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在中国，没有哪怕一条人权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格，因为在独裁专政的逻辑里，人权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由权力恩赐给你的。如果你表现得乖巧、顺从、放弃思考，你或许能换来那么一点点生存的福利，可一旦你想行使作为人的独立尊严，那所有的法律保障都会在瞬间消失。当一个国家把生存权当成唯一的人权时，它其实是把人降格成了圈养的生物。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普通人普遍会发出那种最愤怒的感慨，这个社会总是不把人当人看。讲完人权30条，我们算是锚定了做人的底线。守住底线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什么是人该过的好日子。接下来的标准可能更扎心，那就是 OECD 更好生活指数。这个组织是由全球38个最富裕、最先进的国家组成的。它关注的核心只有一点，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到底该怎么治理，才能让老百姓过上更体面的好日子。零一住房，很多人倾尽了6个钱包，掏空了3代人的积蓄去买房，结果却发现自己买到的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而是随时可能停工的让人绝望的烂尾楼。即便你运气好，真的住进去了，
还得面对物业与权力勾结的那种半军事化管理。你想想，在这个国家，你对房子的所有权满打满算也就那几十年，可权力对你私人空间的入侵却是全天候无死角的。其根源在于，这种政权通过垄断土地的一级市场，把住房变成了收割民众财富的最高效的工具。这种所谓的土地财政，本质上就是把老百姓未来的劳动价值提前给贴现了，变成了他们的维稳经费。它并不需要你住得安稳，它需要的是让你被沉重的房贷死死地锁定在工位上，成为最听话、最不敢反抗的劳动者。02收入与财富。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大国崛起的万亿项目，听起来热血沸腾，但在现实中呢，却是拼多多式的低价消费狂欢。你会发现，财富并不是流向了那些最有创造力的人，而是流向了权力的代理人。普通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通胀，还有权力收割的速度。这种巨大的分配不公，让奋斗这两个字变成了一个充满讽刺的笑话。其根源在于，在这种体制下，经济资源是被行政权力高度垄断的。制度设计的初衷从来就不是为了藏富于民，而是为了所谓的壮大国有经济，也就是壮大政权的物质基础。这种体制下，分配权不在市场手里，而在领导的办公室里。他故意要维持大多数人的生存边缘状态，因为一个财务自由、衣食无忧的人是不好管理的。03工作和工作质量。现在的职场不仅有透支生命的996，更有无处不在的35岁危机。员工被要求像机器一样精准运作，却得不到最基本的劳动法保护，没有独立的工会去谈薪资，没有尊严的保障去拒绝加班。大家自嘲是人矿，意思就是你只是被挖掘、被提炼，最后被随手抛弃的一种资源。其根源在于，这种制度需要极高的统治效率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来维持它在全球的竞争力。它通过法律和暴力的双重手段，彻底消灭了劳动者与政权的议价能力。把人物化是维持这种体制运行的必要条件，因为一旦劳动者有了尊严，有了权利感，那套靠压榨人权红利支撑的增长模式就彻底玩不转了。04社会联系。在中国，除了血缘关系，我们很难建立起那种深厚的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自发组织，邻里之间互不往来，甚至在网上发个求助帖都要担心会不会被请喝茶。这种社会信任的崩塌，让我们在遭遇不幸的时候很难从社会中获得自发的温暖的支撑。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活得像一座孤岛。其根源在于，这是集权统治刻意制造的社会原子化。他最害怕的就是民众自发地结社，因为组织就是力量。为了防止任何潜在的挑战，他必须拆散所有的社会连接，让每个人都只能单线的依赖政权。这种制度不仅剥夺了你的政治权利，更是在心理层面阉割了你作为社会动物的归属感。05知识与技能。我们经历了全世界最卷、最残酷的考试，最后却发现职场需要的技能和学校教的东西完全脱节。更可怕的是，教育资源被权力阶层优先占有了。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封闭的校园里接受的是标准答案的投喂，而不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这种教育与其说是在开启智慧，不如说是在完成一种认知减损。其根源在于，独裁政权把教育看作是思想国防的第一道防线。它的目标不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而是培养那些具备基础技能且绝对服从的技术工具。它必须通过教育筑起一道高墙，确保下一代在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被修剪掉了质疑权力的本能。06环境质量。我们呼吸着常年超标的空气，看着家乡的河流从清澈见底变成了五彩斑斓。为了换取那点所谓的经济指标，老百姓的肺还有我们的土地都成了牺牲品。当你发现家门口要建垃圾焚烧厂，却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所谓的发展其实是一场对后代生存空间的暴力掠夺。其根源在于，在这种体制下，官员的考核只对上级负责，不对当地百姓的健康负责。他们追求的是带血的 GDP， 是短暂的任期表现。由于缺乏公众监督，由于没有独立的环保组织，环境治理成了一场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私下交易。你呼吸的每一口雾霾，本质上都是权力不受约束而排出的废气。07公民参与。你到底能参与什么？是去参加那些早就定好了结果的价格听证会吗？还是在那些陌生的名单里随手勾选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代表？在中国，参与这两个字已经变成了一场大型的集体表演。当你试图对身边的公家事儿发声，哪怕只是为了维权，迎来的往往不是对话，
而是被当成所谓的不稳定因素给直接解决掉。其根源在于，独裁体制的核心就是权力垄断，他把公民的自发参与看作是对政权的威胁，他需要的不是参与者，而是鼓掌机器。这种制度刻意切断了民众与政策之间的反馈链，确保决策室里只有一种声音，从而彻底剥夺了你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政治存在感。08健康，普通人最怕的就是那一纸诊断书，在拥挤不堪的公立医院里排队几个小时，还得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和各种潜规则。可与此同时呢，某些群体却享受着特权医疗和全额报销，这种对生命权的不平等分配，让看病难、看病贵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根治的社会顽疾。其根源在于，医疗资源在这里是被当作一种维稳资源和等级奖励来发放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优先保障统治阶层的健康和长寿，剩下的才轮到市场。在缺乏透明度和监督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就成了逐利和寻租的工具。它让每一个普通人在疾病面前都不得不独自面对财务崩溃的深渊。09主观幸福感，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饭却依然感到不快乐？社交媒体上弥漫的躺平和内卷，其实是对未来极度不确定的一种无声抗议。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松弛感，每个人都像上满了发条的机器，在生存竞争中拼到精疲力竭。这种幸福感的缺失，不是因为你不够勤奋，而是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努力的终点在哪儿。其根源在于，这种集体性的焦虑其实是独裁体制下的一种生存控制。一个始终处于焦虑和匮乏感中的人，是更容易被管理、被操纵的。他通过高昂的生存成本，比如房产、教育、医疗，来锁死你的精力和时间。在这种逻辑下，你幸福不幸福并不重要，只要你还在为了活下去而拼命工作，这个体制就能继续运转。10安全，满大街的摄像头，号称连丢了的一只猫都能找回来。可奇怪的是，当孩子失踪、银行卡被莫名冻结，或者公民遭到暴力侵害的时候，那些监控总能恰到好处的坏掉。这种选择性安全让我们明白，这些镜头保护的从来不是公民的生命财产，而是权力的绝对稳固。当你发现在一个最安全的国家里，你却连说句真话都要担惊受怕的时候，你就该明白，这种安全感全是虚假的。其根源在于，在统治者的逻辑里，国家安全就等于政权安全。所有的暴力机器和技术手段，首要任务是消灭那些对统治构成威胁的意义。这种制度本质上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全景式监狱，它通过制造这种被监控的恐惧来换取表面的宁静，而不是真的保护你免受暴力的威胁。11工作与生活平衡，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工作彻底吞噬了。没有双休，没有年假，还有24小时待命的社交软件。下班后的个人时间，在中国竟然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奢侈。我们失去了陪伴父母、见证孩子成长的时间，更失去了自我思考的空间。这种长期的疲劳，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劳役。其根源在于，剥夺闲暇是为了消灭反思。一个疲于奔命、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是没有精力去研究什么人权宣言和 OECD 标准的。独裁体制通过这种制度性的压榨，实现了对民众脑力的全量收割。它通过这种社会性的穷忙，让你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疲惫中，彻底放弃对权力和公正的追求。对照完这11条 OECD 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那种独裁逻辑下，那些看似普通的生活细节，其实都被贴上了昂贵的制度标签。我们付出了全世界最高的房价、最长的工时、最差的环境，还有最匮乏的权利。结果呢，却只换回了一份极度脆弱的生存许可。当一个社会把生存当成唯一的追求时，那不叫过日子，那叫服刑。真正的好日子，不是看你有多少 GDP， 而是看你作为一个人能不能住得踏实，活得自在，说得自由。在这条通往文明的路上，我们不仅要守住底线，更要向上捅破那个压在我们头顶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天花板。我们刚才把联合国的30条人权底线和 OECD 的11条好日子标准全部对了一遍。现在的结论其实已经非常直白了。在现在的中国，咱们不仅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保障，离真正的好日子更是差了10万8千里。这就是14亿人几十年的辛酸和代价。他给全人类做了一个最惨痛的实验，他彻底证明了一党专政、一人独裁这套制度设计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他用事实告诉每一个人，只要不把人当人看，这种所谓的崛起就是带血的假象。当权力失去约束，它的代价最终得由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来买单，甚至由咱们的子孙后代来扛。所以我想给全世界提个醒，别被那种带血的中国速度给骗了。如果你为了点经济利益就对这种独裁专制转过头去，那下一个成为代价的可能就是你。我特别想给未来的中国人留句话，如果有一天这个旧制度倒了，大家千万别急着去拜什么救世主，也别指望出个什么好皇帝，甚至别轻信任何一个打着为民谋福利旗号的政党。大家要学会用最挑剔、最严苛的眼光去盯着权力，全方位的去审判它。记住了，咱们不需要新的组织，咱们要的是一个能被随时质疑、随时问责的政权。这国家真正的主人是咱们每一个普通人。至于那些说要为咱们服务的政党或组织，说白了，充其量就是咱们花钱请来的管家。管家的本分是安分守己的把活干好，而不是骑在主人头上发号施令，更不是每天琢磨怎么反客为主。这种反客为主的荒唐剧已经在咱们这片土地上演了太久，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沉重了。咱们这辈人把坑踩遍了，把苦吃透了，就是为了给后人换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愿未来的中国不再有代价，只有尊严。愿咱们的后代能在一个把人当人的国家，自由地、体面地活在阳光下。